漫步者 S2000 MK3 的电路和用料确实对得起消费者，防止铝柱架铝盆中低音，防止平板高音，加上完整的数字处理、主动分频和独立功放驱动，听感、测试、拆解都能够对上。它不是发烧玄学，是真正成熟耐听的有源书架箱。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！上一期我们的漫步者 S2000 MK3 的深度试听篇，从低频控制、人声表现到模拟输入、蓝牙高解析，再到电影场景下的冲击力，它给我的印象是声音比较成熟，低频收得住，人声也比较友好，整体听感确实不像一台简单放大的蓝牙音箱。这一期拆解篇，我们先做整机的声学验证，再进入拆解过程，再继续验证喇叭单元本身的声学表现，把它的电源、功放电路结合前面试听篇的听感，看看这台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漫步者 HiFi 有源书架箱工程底子够不够扎实。废话不多说啊，咱们直接开始。接下来我们先不急着拆，先用声学测试验证一下上一期试听篇的听感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左右单箱的10厘米进场的频响曲线，这个距离主要看单元进场输出的左右一致性。从曲线可以看到，左右声道整体走势非常接近，低频在50到70赫兹附近有明显的能量支撑，中频过渡比较稳定，高频也没有特别夸张的尖峰。接着我们再看50厘米的单箱曲线，这个距离比10厘米更接近高音和中低音融合后的整机趋势。这里左右声道的一致性依然很不错，100赫兹以上整体比较平顺。然后就是 1.2 米整机4种音效曲线，经典、监听、动态、人声4种模式，对齐声压后差异并不大。也就是说，这台漫步者 S2000 MK3 的音效模式不是暴力 EQ 啊，而是在同一套基础调音上做了小幅的风格修饰。真正值得注意的是，它在200赫兹以上整体比较平顺，高频有一定的能量支撑，但没有明显的尖锐峰值。这个表现能解释试听篇里余奏唱晚、古筝的弦音为什么会比较到位，弦音细节、泛音延展都能出来，但不是那种音量刺激的高频。最后我再补一张整机的瀑布图，瀑布图主要看声音的衰减，低频部分受房间驻播影响比较明显，只作为参考。更有意义的是200赫兹以上啊，中高频没有明显长时间挂住的尖锐残响，这也能进一步说明它的细节不是靠毛刺堆出来的，而是收放比较干净，所以人声、乐器和古筝弦音听起来会比较自然耐听。所以这一轮声学测试下来，基本可以验证咱们试听篇的感受。这台漫步者 S2000 MK3 不是靠夸张的低频和刺激的高频来抓耳，而是低频有支撑，中频稳定，高频克制，左右一致性也很不错。我们现在就是对这个音箱本体做个拆解，音箱拆解有丢失保修的风险，请大家不要模仿啊，保护网罩把它取下来，卸掉功放板上所有的螺丝，拿出功放板本体，断开主音箱的高低音接线柱，音箱的接线柱上都有红胶啊，这个是避免松脱用的。电源插头，还有一根控制软排线，这里是220伏交流进线。然后拿下这个功放板，高低音旋钮它是单独的 PCB 通过排线连接到板子上面。卸掉功放板上面所有的螺丝，后背板是铝合金材质的啊。这个箱体板材的厚度直接是21毫米啊，也难怪它这么重了。我们把几个单元都把它卸下来，拿出中低音单元，这个喇叭是做了防磁设计的啊。单元的骨架是铝铸的，这个喇叭的做工也算是非常不错的啊。磁钢上面还沾了一块大的吸音棉。平板高音单元也是防磁设计，试听篇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单元价值不菲，所以它的高音和人声会还原的这么好。音箱前帐板的厚度同样是21毫米啊。这个箱体已经非常扎实了，开关电源内置在箱体里面，拿出它的导向孔，导向孔的连接处全部都是用胶密封了的，这些都是细节，如果不上胶的话，这个空隙就会产生震动，就会产生异响。它的开关电源外面直接用一层紫铜箔把它包住，避免它产生的电磁干扰影响到功放板，并且这个电源的接地直接是跟这个铜箔连在一起的。副音箱咱们就没有必要拆了，副音箱里面就是2只喇叭，关键的东西全部都在主音箱里面，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些做工细节吧。
音箱拆开以后，我们先来看喇叭单元和分频逻辑。首先看阻抗曲线，两只平板高音的阻抗基本上是一条直线，整体维持在4欧姆多一点。中低音这边，左右两只低音都有典型的倒箱箱的双峰结构，最低阻抗大概是在 4.7 欧姆到5欧姆附近，更接近6欧的标称负载。接着看装箱状态下单元的频响，在5厘米的距离做进场测试，低音单元在中低频到中频段都有比较稳定的输出基础，左右走势也很接近。平板高音单元在2000赫兹以上进入主要工作区，高频延伸和左右一致性做得非常不错，这个能解释前面试听片里的人声稳定、高频细节不次、古筝弦音表现到位的根本原因。我们再来看这个倒箱孔附近的曲线，左右倒箱孔在低频段都有明显的输出，结合低音阻抗的双峰结构，可以确认这台箱子的低频不单纯是靠 DSP 硬拉，而是箱体容积和倒箱系统确实参与了低频输出。最后我们再来看功放的分频，我用米点测试系统反复的扫了很多次，高音和低音两个功放扫出来的频响都非常接近，所以这类 DSP 主动分频加低类功放的架构，直接用入门的音频分析系统扫功放端频响，并不能准确的还原真正的分频点。更严谨的测试还需要更专业的音频分析系统，配合正确的差分取样和低通处理来验证，咱们还在筹备中啊。所以这里我改用信号发生器做固定频点的电压测试，结果就很清楚，高音通道在低频段被明显压制，频率越高输出越强，低音通道则是在高频段明显下降，关键交接区大概落在2000到3000赫兹附近。这也说明漫步者 S2000 MK3 是典型的 DSP 主动分频架构，它的声音不是简单的零件堆出来的，而是单元、箱体、倒箱结构、DSP 功放一起精密的配出来的。看完单元的频响和分频设计，我们再来看开关电源和功放板的外围电路。这台 S2000 MK3 它的主电源采用的是台湾佳通科技 LD7750R 方案，电源输入端配置了双极共膜电感，用来抑制市电输入里的共波干扰，也减少电源自身向外传导的高频噪声。侧面这颗整流桥的体积很大，封装甚至超过常见的 GPU 整流桥，负责把交流市电整成高压的直流，送入后级开关电源主回路。来到次级，输出采用双肖特基2极管整流，后面配有总容量3000微法的电极电容，再加插膜电感和共膜电感，继续压低输出纹波和高频噪声。功放板电源入口处又增加一颗插膜电感，对功放顺态电流和电源纹波再加一层隔离。板子上面2次电源也做得比较完整。首先是北京新洲科技 SCD9339，配合背面的合金电感组成降压电路，把主电源转换成较低电压。降压芯片通过高速开关控制电感储能和释放，效率比线性稳压更高，适合数字和控制电路提供前级电源。后面还有2颗美国美台半导体的 AZ1117 稳压芯片，一颗美国麦林半导体 SPX3819 稳压芯片，这里一颗，这个位置还有一颗，一共2颗南京威盟电子的 MA6119 稳压芯片，另外还有一颗78L09 稳压芯片。这些线性稳压芯片负责给 MCU、蓝牙、DSP、模拟运放等模块提供更干净的局部电源。线性稳压的效率不算是最高，但是输出噪声低，适合音频前端控制逻辑敏感小信号电路使用。整套电源架构看下来，主电源负责功率输出，降压芯片负责效率， LDO 负责干净供电，功放板入口再做滤波隔离。这个供电层次比较清楚，也给后面的 DSP、蓝牙、模拟输入和3颗数字功放打下了基础。我们接着看主控 DSP 和功放电路。模拟输入部分使用美国德州仪器的 PCM1802， 把2路模拟音频信号转换成数字音频，后面交给 DSP 处理。数字部分输入则是用德州仪器 PCM9211， 负责光纤、同轴数字音频接收，再送入后级数字音频处理。厦门宏发电声的 HFD4 小型继电器用于信号切换或者静音控制。美国德州仪器 TLC2272 双运放用于模拟信号缓冲、滤波或者前级处理。德国威马电子的1微法薄膜电容负责小信号音频耦合和滤波。蓝牙部分采用美国高通科技支持 aptX HD 的 QCC3031 模块，负责蓝牙连接、音频接收和高规格蓝牙音频解码。日本日清纺微电子的 NJU6368 基频拾音晶体振荡器为主控提供稳定时钟。主控来自意法半导体的 STM32F091 RCT6，
负责整机的逻辑控制，比如输入切换、音量控制、音效模式、遥控接收和状态显示。真正的声音处理核心是2颗德州仪器 TLV320 AIC3254 音频编解码系。这个芯片内部集成 ADC、DAC 和可编程音频处理单元，可以完成数字音量、EQ、动态处理和主动分频。功放部分使用3颗德州仪器 TAS5754MN， 3颗芯片分别承担高音和左右中低音的独立驱动，配合前级 DSP 主动分频，形成真正的多通道有源架构。输出端一共4大4小8颗输出电感，旁边湖南益阳安信电子6颗2200微法的电解电容，总容量达到13200微法，给功放顺态输出提供本地储能。这一部分看下来 ，S2000 MK3 的核心路线很清楚，模拟数字蓝牙3路输入进入数字音频系统，由 DSP 完成分离和调音，再交给3颗数字功放独立驱动高音和低音。看到这里，这台漫步者 S2000 MK3 的声音逻辑基本上就能串起来了。第一点，前面试听片里面的感受和后面的声学测试基本能对上。试听时我听到的是低频有下潜，收得比较快，人声清晰，高频有细节，但整体不刺激。后面整机的频响、失真曲线和瀑布图进一步验证了这个判断。50赫兹到70赫兹附近有低频支撑，中高频整体比较平顺。1000赫兹人声核心频段失真控制也很干净。瀑布图里200赫兹以上没有明显长时间挂住的尖锐残响，耳朵听到的耐听、清晰和不毛躁，在曲线上都能找到对应的关系。第二点就是单元的一致性，拆开以后侧阻抗和装箱频响，左右低音的倒箱双峰位置接近，左右高音的阻抗曲线基本重合。把2只单元装在箱体上，测它5厘米的进场频响，左右低音和左右高音的走势也比较一致，这个一致性非常重要，它直接关系到声场定位、人声结像、左右平衡和长期听感稳定性。普通 DIY 玩家可以买到喇叭，也能买到功放板，但要让单元、箱体、倒箱结构和后面的主动分频全部配合起来，难度完全不是一个级别。第三点是完整的数字重放架构。S2000 MK3 的输入部分有模拟、数字、蓝牙，一共3路。模拟输入经过 PCM1802 转成数字信号，光纤同轴经过 PCM9211 接收，蓝牙则由高通 QCC3031 负责，后面再交给2颗 AIC3254 做数字处理、音效模式和主动分频，最后由3颗 TAS5754MN 数字功放分别驱动高音和中低音。这台音箱的声音来自一整套系统的配合，前端的输入、数字的处理、DSP 分频、功放的输出、喇叭单元、箱体倒箱全部参与其中。它的价值不在某一颗芯片有多玄学，而在这套数字有源书架箱结构闭环比较完整。试听片听到的成熟、耐听和稳定，背后确实有声学和电路基础的支撑。兄弟们，视频到这里，这台漫步者 S2000 MK3 它的试听和拆解就跑完了，我们来一起做个总结吧。试听片我对它的第一印象比较明确，声音成熟，长时间听不累。到了这期拆解片，再看整机的声学测试，单元的一致性、倒箱结构、DSP 主动分频和3颗数字功放，这些感受基本都有对应的工程基础。在用料方面，这台箱子确实对得起消费者，箱体采用21毫米厚的高密度板，低音单元是防磁铝柱架铝盆单元，高音用的是防磁平板单元，内部的电源滤波、板上的多级稳压、DSP 数字功放、本地储能电容和输出滤波电感也都很完整。漫步者它不是简单的把几个喇叭、一块功放板和一个蓝牙模块拼在一起，它的单元一致性、箱体结构、主动分频和整机的调音确实能体现出厂商的系统匹配能力。当然，它也不是那种能挑战专业监听或者大尺寸落地箱的产品，低频下线、声场规模、动态余量依然受限于书架箱的体积，但是对于普通的桌面、卧室、书房、客厅来说，它的完成度很高。放到大空间里面硬追影院冲击，那就不是它最擅长的场景。所以经过试听和拆解以后，我的最终评价就是漫步者 S2000 MK3 的电路和用料确实对得起消费者。防磁铝柱架铝盆中低音，防磁平板高音，加上完整的数字处理、主动分频和独立功放驱动，听感、测试、拆解都能够对上。它不是发烧玄学，是真正成熟耐听的有源书架箱。如果你想要一对不用额外配功放，
能兼顾电脑、电视、音乐、蓝牙和日常影音的有源音箱 S2000 MK3 依然值得放进备选名单。对于大多数普通用户来说，这台箱子确实好听、耐听，也经得起拆开来看。测试为了了解，才是为真相，认真测载，客观输出。我是离火车仔，非常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有你们的陪伴，才有我一直拆下去的动力。这期视频谢谢大家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